有直接相关，还没有正相关的数据出来，可是确实已经有122人，我目前的数字是接种疫苗之后猝死。那委员这边好像要争取这个疫苗受害救济，我知道有些人在做，像前卫生署长杨志良，他是协助在申请国赔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专家建议说，是不是因为要害补偿基金，好走这条路？那委员觉得呢？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苗受害救济的这一块，是也要照顾到。应该是目前像每天那个他们 CDC 还有指挥中心的说明里面都会提到这个死亡个案嘛。对。那死亡个案，他们大概会讲到就是接种后几日内，对，可能这个因果关系的问题。对。但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预防接种的受害救济啊，过去大概比较习以为常，就是说，当你是打流感的这个疫苗嘛，或者是说之前的什么卡介苗啊，然后小朋友从小到大要打好几个，对，这个预防接种疫苗，那都是比较成熟的疫苗，那过去大家对于这个该打呢，都不会说很抗拒，就是我时间到我要去接种，从小到大，所以它的要害救济呢，过去比较是在这一类情况之下的法条，那这一次他还是用这个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的这个审核标准呢，来看待这个 COVID-19 的这些疫苗，我是觉得就不太对了。第一个有一些这些疫苗啊，不管是 AZ 啊，或者是莫德纳等等，他们过去在很多自己的国家用紧急授权通过嘛。对。那他也在讲一个，就是说他这个成熟的这个疫苗研发本来要10年的，他就是半年内帮你搞出来，所以这个前提就是这个药本身啊，是不是那么经得起过去大家认为成熟的疫苗，这是第一个大家要面对的。如果有这个概念跟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你在做这个疫苗的这个受害的接种受害的问题诊断的时候，你就会必须要保留一个空间，就是它到底跟医学实证上直接因果关系或关联性，那个审查委员会的想法是不是会不一样？对。那目前我们不晓得，因为刚刚主持人讲是100多个猝死嘛。对，目前我数字是122，我觉得这个每天还会增加的。那我们是有跟他要资料，就是说所谓接种之后的不良反应那是反应。第二个就是直接用死亡，或者是一个生障碍的程度，对，好几类型，对。那现在最难的就是死亡嘛，对，因为已经死亡，对，所以他都要大量透过用解剖的方式，那解剖方式是不是每一个家人都愿意做这件事情？其实已经很难过了，还要再接受这个伤害的感觉，这个验尸的相关的这个要求，所以终究可能都没有办法拿到1个案例或2个案例说，就是因为 AZ 或因为莫德纳，对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些人要不要救济？要不要给他一定的这种补偿？这就是我之前要求卫福部，你的认定原则标准放宽这件事情，应该是基于这个疫苗本身本来就没有成熟到让大家接受它没有风险。那第二个是猝死这个事情，有些在合理的时间内，3、5天内就是猝死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接种完几天就真的发生，是，所以你说他们都有一定的慢性病，心脏病啊、糖尿病、洗肾啊，那现在多少长辈本来就有慢性病，那但是他的致死率这么高，也是摆在眼前，摆在眼前，对，所以能够放宽认定，然后一定程度用这个委员会审议之后给予补偿或者是救助是应该的，这是国家的责任。所以我有提到，我们援引这个法律概念里面，就是说特别牺牲嘛，过去很多在这个赔偿的这个概念里面都会用到特别牺牲。那特别牺牲就是说，我是基于国家总体接种疫苗是保护我，更是社会群体保护力的必要。我虽然不是被迫强迫我去，但我要在国家的要求下，我们都去了，这个是特别的部分。对，那没有要算说谁的过失啊，不是说打的那一家是台大还是联医，没有讲医生的过失。对，那就基于这样呢，在这个救助的办法里面，从宽去用特别牺牲来框，我觉得这个是合理也必要，而且要加快脚步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人，我也不能这样讲，但是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个猝死的数量。就越来越怕，不敢打啦，还打草早就出来了。那越来越怕，不是说用救助的这个部分来让大家敢去，而是说政府已经承认这个过失本身不要当做大家的阻碍。对，那国家来承担一部分是这个费用，那这个费用本来就有一个预防接种救助基金，对，它这个基金就是以前每一季
要收1.5块，跟药商这边，所以它有一个基金嘛，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更公开透明，让国人了解。那至于国外有一些认定是，有些不是嘛，那这你可以参考。那像我知道之前有一些国家，像英国好像他就说因为 AAG 是他的嘛，对，所以他可能有一些他也没有很承认是这个部分。但是像那个挪威，有些国家就认为是，他20几个案例里面有一部分他认为是，有一部分不是，所以不是没有国家承认说 AG 打下去没有风险，是有的。对，那我觉得这就可以参考嘛，那个 CDC 这些专家就可以参考。对，我们就说到，因为不管怎么讲，疫苗这件事情就是攸关人命啊。那当然现在我也再次强调，就是说我们国产疫苗也成功解盲啦。那我绝对不是唱衰国产疫苗啊，我也当然希望国产疫苗的好好的做，那好好的做，那最后呢能够有保护力啊，那全民施打都 OK。可是现在不是嘛？你感觉政府好像在押宝高端疫苗这件事情上就是要走捷径嘛？因为他现在就要用一个免疫桥接，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得到 WHO 背书，美国 FDA 也打枪的，没有科学认证的。那你要用这个免疫桥接来取代做3期的临床试验。好，那更可怕的是今天反正爆出了一个消息，就是在5月28号讨论这个要不要免疫桥接这个关键的会议上呢，这个16名的委员当中被换掉了8个人，换掉了8个人呢，补了4个人，我们发现这个背景哦，其实有3个人曾经公开赞成免疫桥接，好，那剩下这8名委员也有6名支持免疫桥接，好，所以这当中有人就自动请辞嘛，就是英粉陈培哲嘛，那些中研院院士，他就不行嘛，他就辞了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说。你这个护航高端、护航国产的，这个也怎么样？完全不演了，做到这种地步。如果不是陈培哲院士在那个528刚好我们在审那个党团协商，就是在审纾困条例。对。然后当天就他们完成什么跟2家签约各500剂，然后之后就出现了刚刚讲6月10号才要解盲那总统在之前就开记者会。对。这些林林总总让大家就串起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不是叫护航国产嘛就是对于高端呢，就是只许让它通过，只许让它成功的一种最高指导期。对，所以陈培哲院士讲说，这个最大的失败点就是总统下的指导期，他就份额辞掉了。对，这个我想大家很清楚，一个院士他没有必要犯这个神威嘛，对，这个不用去跟他的上层讲，可是他出来讲了一个这么专业的话，指控也很清楚。那一路看到的就是说，今天爆出来是28号也是当天嘛，是也出来了这个审查委员，特别是要审查 EUA 的委员，对，竟然就是被换掉。那我今天看陈部长他说没有，不是换掉。就是轮调，对，可是专家都说没有，国际上就是一批人做到底。我就认为说这个也不要骗我们，没有待过行政单位，专家可以用轮调的话，那他们用过去累积出来的经验帮到这里，这个时候被换掉，情何以堪？是，那你用一个轮调来讲，那表示之前他们的付出贡献，你当作是什么？就是上下班轮班制嘛。这里面好几个医生都是很专业在这个审议上面的，对，所以关键是 EUA 审议标准基准是不是有调整？对，是不是否这个国产要做一些不同的这个规定那我觉得刚刚讲到，不管是免疫桥接啦，或者是说这个解盲之后，到现在还要再继续做一个3期可能的前期的准备，要往哪里做？对，这些在我认为委员们意见一定不一致。甚至是反对多过同意，才会让大家觉得说，这些委员是不是没有那么听话？所以他才换成了一些同意的嘛。他才想说，不是，还说里面卫福部官员就占了4位，对。其实你要避一个非主导性的嫌，就是政府部门的人自己 CDC 相关的长官最好不要进去嘛，对，你才能够取信是专家们，甚至有人还放公民但他显然没有什么管瓜田李下这件事，那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调整，怎么会是叫轮调制？那就是调整成让他应该要符合你们想要的目的，对，遂行目的转而用调整委员，然后让 EUA 审议的标准到现在不公开。今天这个也是在国会大家逼之后呢，他才把委员这件事情可能有生喉咙还是吹哨者又对外讲，
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在国会监督审核都得不到答案？事后才18号议休会，今天才1个礼拜，对，很多事情就慢慢浮出来，爆显见当时大家质疑的是对的，只是基于你指挥官或者是你卫福部在当下处理疫情的时候，你用很多的方式让大家觉得不能这样子对你们一直紧盯啊，因为这个防疫重要，我们都承认防疫重要，对，但是我们更希望你讲的国产是可期待的，是具保护力的。那这个是谁来帮我们审核？绝对不是部长，一定是那些委员。对，那这些委员现在被换掉，那他们如果之后再来讲更多的事情，对卫福部、对国家的 CDC 一定是信任度打折，是没有好处了。